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我们的厨房终于现在已经装修完成了。之前在视频里面跟大家说过，会分享我们这个厨房是怎么样来设计和装修的。现在我就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厨房的设计理念和心得。首先，我们的这个工作室是为了满足研究做菜和美食这个教学拍摄的需求，所以就不需要有那些专业的厨房设备的所有的功能。但是也有完整的80%左右。虽然我们这个只是一个工作室，但是我们也申请了消防、营业执照、卫生许可证。简单的来说，除了这个满足做菜、研究拍摄之外，这个合法经营餐饮行业其实也是可以的。其中这个消防这一点，就是我们国家规定300平方米以上的经营场所才需要去申请这个消防。其中消防也有一些硬性的要求，比如说经营场所必须要有双出口，就是2个楼梯上下，然后还有比较严格的一些灭火装置等等。如果是低于300平方米以下的话，只需要营业执照还有卫生经营许可证就可以了。如果大家对这个开店的流程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到时候我会做一些就是专门关于这个大店小店的一些开店流程分享。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的环保，我们中餐要用到很多明火爆炒，爆炒的话就会产生很多油烟，所以环保局硬性要求餐饮行业必须要装有油烟过滤器。这个油烟过滤器通过过滤装置会把油分离出来，就是达到一个废气排放标准。我相信很多从事过我们这个餐饮行业的人都知道，这个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在实行了。然后第3点，我们来讲讲这个噪音这一块。一般来说，我们餐饮行业常规操作是把我们抽油烟机放在室外，但是我们的周围也有一些住宅区，因为这个场地的允许，所以我们这一次把我们的电机、抽风机装在了室内，并且用这个实心墙把它全部隔离起来，在我们房间也添加了一些隔音棉，这样就减少了噪音，也避免了扰民。第4点，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厨房的这个照明。如果在厨房工作久了，就是灯光比较昏暗的厨房，会造成一个视觉疲劳。所有的灯光色温最好是选择中性，也就是大概在5500到6500K 之间，这样做出来的菜品更接近于真实的状态。所以我们这个厨房一共装了100-200根这个 LED 的灯管，也达到这个最好的照明状态。第5点，我们来讲一下，重点讲一下我们装修厨房必须还要做到的几个方面，其中这几点会涉及到卫生许可证的办理。第1点就是必须把我们这个瓷砖一次性贴到这个顶，贴到吊顶的这个顶。目的呢是为了防止这个灰尘和杂物的一些掉落，目的就是让我们这个厨房的卫生更加的干净。第2个是设计安全，然后我们的地板，我们这个地板必须要装那种防滑的。防滑的地板分2种，第1种是凸出来的，第2种就是这种不凸出来的，它都是有防滑的功能。然后第3个的话，就是在2楼以上的厨房，我们在基础的装修之前，必须先做两遍或者3遍的防水，把这个地基然后给垫起来，然后做成一个沟，它这个沟的功能就是做一个排水。那我们在2楼做一个厨房，它只要有缝隙的话，这个水都会流到那个楼下面去，都会造成漏水。对比以前的厨房，我们这个厨房更方便于拍摄，而且资质更加齐全，是完全可以对外开放营业的。虽然我们只用于拍摄美食还有研究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厨房的设计就讲到这里。这2个月我们除了这个整体装修，我们还在不断的优化，还有我们这个宽菜的服务和产品。很荣幸，我们的宽菜已经得到了很多顾客的喜欢，并且还在有的点评平台上面已经冲上了区域第1。如果大家对这个宽菜的故事感兴趣，可以把感兴趣打在弹幕上面，后续会跟大家分享宽菜的一些成长经历。我们再来聊一下我们以后新增的一些视频内容。这2-3年，我们除了做视频之外，我其实也经常在想，我还能够为这个大家为中华传统美食这个传承做一点什么。在经过过去几年的视频收集过的菜谱的经历中，我发现很多中国传统菜在慢慢的消失，然后很多地区
美食因为传统制作工艺的复杂而渐渐的失去了传承，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去做这么麻烦的事情。因此呢，我希望可以通过我还有我的团队的努力，让这个传统美食以视频的方式得以保存和流传，并且可以简化制造过程，还有这个工艺，让广大的美食爱好者，和有需要美食从业者在家里面或者厨房里面就可以把它做出来。以后我们会到祖国各地去学习交流，拍摄记录一些传统美食和一些快要被遗忘的一些传统美食。我会把这个每一个美食的技术，然后把它分解，再总会通过视频的方式跟大家分享，了解这个技术的细节。我们不仅仅会复原这个传统美食的专业做法，还会适当的加一些家庭小灶的做法，让更多想尝试的朋友有机会可以做得出来。如果你对传统美食感兴趣的话，那你就请你持续的关注，敬请大家期待。我们已经大胆的尝试拍摄了第1期，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，已经尝试拍了第1期。新视频的话会很快和大家见面，然后该聊的也聊得差不多了，最后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新的厨房。